然后我选择了加注 AQ 不同花，它非常快速的丢出12000，然后何光很尴尬，何光说：“12000，前面已经有人加注。”他说：“哦，因为我没有看到。”然后他在演，他没有看到我加注，然后演丢错筹码，反正他要这样演也没有违规嘛，你最强啊，对不对？那就这样子啊，就在骗嘛。现在打牌打不赢就要用骗的嘛。那我们在第二个休息呢，发生了哪些手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首先是这一手呢，是在1000、1500的盲注级别，有9位玩家。然后 UTG 是一个韩国的大叔，他的筹码量非常的多，但是他非常的松啊，所以就是他会玩很多手牌。那这个时候呢，他在 UTG Limp 他有非常多的筹码，大约10几万，然后我只有8万啊，我在 Hijack 位拿一对8。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了加注4个大盲，就是加注到6000。然后 UTG 它跟我的加注，然后单挑底池翻牌15-3，两张红桃，底池16000。那这时候他 check。那我在这边的策略呢，其实我认为第一个，他在 UTG 会 limp 的牌呢，我们要去猜想会是什么样的范围。那我们讲过了，我觉得这种范围呢，就是他想要玩，可是他的直觉又是不够强去加注。什么意思呢？可能是一些 A8。同花 A2 或者是22到66的对子，甚至有一些过宽的范围，会有一些10J 不同花、Q10 不同花、90同花之类的，就是他知道说这些牌在 UTG 的范围内呢，其实是不应该玩的，但是他又想玩，所以他就想要用平跟的方式来进行这手牌。啊，这是我的直觉啊，我觉得他的范围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其实第一个，他翻牌前 limp 的入池率，我会觉得大约会是一个20%到30%，那扣掉顶端的范围嘛，因为最顶端的范围它应该会加注，所以其实它的范围里面确实会有10。那我觉得我的持续下注其实能够拿到的价值并不多，但是我知道我 check 之后呢，其实它很会炸，所以我觉得这手牌放在 check 的范围是非常好，所以当下我选择了 check。然后转牌来一张3啊，然后这时候呢，他底池16000，他选择了下注7000，那我的88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跟注，然后合牌开一张9，底池3万，然后他 check， 那我这边当然就是一个 check 可以摊牌可以赢的手牌，然后我一 check 之后呢，我就看到他秀出了10J 不同花啊，也就是翻牌中一个对子10，所以这手牌我就输了。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资讯我们知道说他会玩一个过宽的手牌范围。那也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是不意外的。好，下一手牌呢，9人座我在 UTG 我6万的筹码，盲注是1000、2000，我 raise 到4000，然后我的下家呢直接 all in 5万，它是 AK 同花，然后我是一对 K。好，我们这边筹码翻倍。然后再过了下一个盲注级别，在1000、2500的时候呢，我在10人桌的 UTG 加3啊，10人桌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但 WSOP 大部分的比赛呢，中低买入啊，就是我认为是3000以内的买入的德州扑克呢，基本上都会是接近10人桌，所以就是算是中前卫的位置，我 raise 一对 K， 这个时候我有12万的筹码量，大约是50个大盲，然后刚刚说的筹码很多的这个韩国大叔呢，他在 bottom 位，他也跟注，然后大盲也跟注。那我知道这个韩国大叔就是他非常的松，然后也很爱下注，他就是check 到他有位置，他就是要下注，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好，翻牌是一个 QJ， 还有一个小牌然后底池19000，大盲 check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了嘛，我们翻牌前加注，但是有人在中后位跟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大约会有一定频率的过牌范围，那不管是什么手牌都会有这个频率，所以当下我选择了 check。这个韩国大叔呢，不出我所料底池19000，他就下注了11500。那这个时候到我，那我就觉得其实 KK 放在一个跟注的范围也可以，放在一个加注的范围也可以然后当下呢，我选择加注到3万。然后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决定弃牌。那我知道他如果弃牌的话，我觉得连对子都不会有，因为如果说他今天是10J， 不要说有 Q 有 Q 一定会跟。我认为他是10J、KJ、K10、90这种牌呢，翻牌前他都会跟注，然后翻牌 Barris 他也会跟注，所以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价值。但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完全无关紧要，比如说什么7、8红桃，然后 A8 不同花，假设他下注这种牌就完全没有救的呢，我觉得他才会弃牌。
所以当下他选择弃牌，我觉得也无关紧要，因为长期来说，我认为这个下注呢，其实是可以拿到它的范围里面更多的价值。那当然，我要找到炸胡的手牌非常容易哦。我认为我今天有 K10同花，我有90同花，都会是一个一定频率的翻牌的 check。那我觉得这就是手牌没有对子，但是有一个很好的 outs， 其实都可以很适合拿来在翻牌做 check raise 的炸胡。接下来这手牌呢，我在 low 价位我有12万的筹码量，然后我选择加注54红桃。那54红桃在这手牌在这个位置呢 ，low jack 其实是不应该入池的手牌，但我觉得我可以增加我的范围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大盲位就是这个韩国大叔。那我觉得我可以跟他打一个有位置的翻牌后的话，我整体的状况应该会比较好。1500、3000的盲注级别，我有12万，他比我多，我加注到6000，他跟注。翻牌是 KJ6，底116500，他 check。那对于 KJ6 来说，我的范围里面有非常多的好牌啊，所以高牌越多的翻牌呢，我们持续下注的频率就越高，尤其是对上大盲。所以我就持续下注6000，然后他跟注，转牌来一张梅花 Q， 底池28500，然后他 check， 然后这时候呢，我也选择 check 啊，我觉得我当下的手牌其实不大适合在转牌持续下注嘛，因为我没有立即的outs，我没有10，我没有9，我没有 A， 我没有梅花，所以我觉得这个手牌呢，可以考虑看是什么样的合牌来做炸胡。然后合牌来一张梅花 K， 台面上有4张梅花，所以我觉得这张合牌呢，它在 check 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底端范围的炸胡。因为如果说我今天翻牌下注99、10，我觉得合牌我也不用炸胡。如果说我有 AJ 中队，我甚至是 Ace Queen 转牌中 Queen 都是可以摊牌的手牌。我要找到炸胡的话，就是没有对子，也没有梅花，就是一个没有救的手牌。什么手牌符合这个状况？就是我这个5嗨没有梅花啊，完全不会有机会赢，然后就是有很适合炸胡的手牌。我如果今天是 AA， 我也不用炸胡嘛 ，AA 就算没有梅花，我也不用炸胡。所以我觉得54红桃是一个必须要炸胡的状况。那我当下选择的下注尺寸呢，就是一个满帕28500的底池，我下注28000。他在想，那我在想说，他在想其实都不会掉太糟，然后他跟注了。很多人炸胡失败了都会把牌丢掉，我不会，我就直接开给他看，因为我要知道他拿什么牌跟我嘛，我才知道说之后对上他要怎么样去做应对。就我一开牌45红桃，然后他开牌他是 AJ 黑桃。那 AJ 黑桃就是翻牌做一个中队，他本来这个就要跟注，但我觉得合牌如果我是他，我会不会跟注？我觉得蛮难的。对一个满帕来说，我觉得我找得到的抓炸胡的手牌，我觉得任何的梅花，甚至是3条 K 都会是不错的手牌。当然 AJ 也不会到太糟啊，因为以这个顺序来讲的话，其实也蛮接近。那就是炸胡就失败嘛，失败也没关系啊，我们就输了一个10个大盲左右，10几个大盲。下一把牌我又炸胡了，这种牌呢是在 UTG 的玩家，我记得是9人桌 UTG。1500、3000的盲注级别，他有6万啊，我在大盲位我也有6万，所以我们两家都是20个大盲左右。他 UTG 加注到6000，然后都弃牌，我在大盲位拿1对2，这边选择了跟注嘛，1对2在大盲轻松跟注。翻牌是7、7、10，两个黑桃，我是两个黑色的2，所以我有黑桃2。然后我 check 底池16500，他下注1/35500。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说过，我们所有的对子都是必须要继续的，然后有黑桃的更是不用想，所以我就跟注。然后转牌呢，来一张10这个时候我的22就没有用了嘛，因为变成是7、7、10是在台面上，底池27500。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了下注12000。那我觉得下注12000，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炸胡。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2嗨嘛，然后再加上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转牌想要有一个领先下注的范围的话，那我觉得最直觉就是什么？最直觉就是我有10，因为他如果说今天是 JJ 以上的对子，他也不会下注，我 check 他就会 check。因为他下注拿不到任何价值嘛，我有7他输，我有10他也输。那我觉得最直觉的炸胡呢，就是什么？就是22到66的对子变成是2嗨到6嗨嘛，这些摊牌绝对没有机会赢。然后再来就是8、9同花，或者8、9不同花，就是双头顺中组合。所以我觉得炸胡的手牌跟价值的手牌比例大概是长这样子。我觉得任何的10，我觉得任何7可能会转牌 check 然后合牌下注，希望他的这个 overpair 跟注。但如果说我今天有10的话，就等于是 nuts。那我当然希望是转牌可以下注，然后合牌再下注，因为我可以拿到2次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我整体的策略应该会是这样子。所以我当下选择了炸胡12000，然后底池27500，然后我下注12000，然后他没有想多久他就弃牌，那他很有可能是 S 嗨 K 嗨之类的手牌，我不确定。那再来就是1500、3000的最后一手牌这一手牌打完呢就是一个晚餐休息。
这手牌呢，就是我在 low 价位，我有71500左右啊，大约是20几个大盲，接近24个大盲。那我在 low 价位又 raise， 为什么 low 价位又 raise 呢？因为大盲呢又是那个韩国大叔啊，就是他。然后这个时候呢，1500、3000，我选择加注到6500。那我会多丢一个500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有一个500的筹码。那如果说我不用掉的话呢，下一个休息呢，就是要用抽牌的方式去解决掉这个500。所以我觉得我下注了500，如果有人跟注，如果可以凑成一个整数的话呢，我可以直接拿1000的筹码。其实这个是一个小技巧。如果说你不想要留着到后面用抽的方式把它换掉的话，好，反正我就加注到6500，然后这个大盲位不出我所料，它跟注。翻牌是875，这个对大盲的范围来说是非常的有利啊，它会有很多的顺子，很多的两对，然后基本上我都不太会有顺子，也不会有两对，所以它 check 啊，这个时候我 Q9 方块其实是有一个卡顺，但是我觉得我的下注的弃牌赢率呢其实非常的低，然后我也不觉得它会弃牌，所以我的策略对上它，我就是有牌就猛打它，没牌我也不会去炸它，因为我觉得这个炸不赢，它太爱跟了。那我觉得我的策略转换呢对上它已经是这样，所以它 check 我也 check。然后转牌来一张红桃6啊，就变成是5678，然后底池是17500嘛，他就下注1万。这个时候呢，我总共还有65000的筹码，所以他下注1万的时候，其实我有2种做法，我可以选择跟注，我也可以选择加注。但我觉得对上这种玩家，最直觉就是什么？就是你有牌就是加注，他就是会拿很多东西跟你，就是这样，就很简单，有牌就加注啊，没牌就 check。这个策略是最简单也是最好用。所以我中顺子，我的直觉当然就是加注他下注1万，我加注到25000，算很小的加注我后面还有剩4万。那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有炸胡的话，我也会剩4万嘛。因为他如果 all in 有炸胡，我就弃牌。我觉得这个尺寸选的非常的好。那我加注25000之后，他想一下他跟注，然后合牌开了一张叠牌8，他就又领先下注 all in 我，就丢了一堆筹码，我就剩4万嘛。那我有如果顺子，我当然跟注。那我看他拿的是什么50黑桃，所以他转牌拿了一个底对在下注。那我在想，它意义很明确，就是他在炸胡。合牌开9，它是上面的顺子就是它有一个底对，然后有一个卡顺，然后合牌开一个叠牌8，他就是想要炸胡。就是这种玩家，就是他的牌其实就是转牌可以 check， 可以有一个摊牌价值嘛，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他合牌就想要炸我，然后我就扣了嘛，所以我就在晚餐休息前呢赢了一个蛮大的底池就是7万多筹码翻倍。所以我们在休息之前呢，打到了约接近15万的筹码。接下来呢，就是晚餐时间晚餐时间过了，我们回去第一个级别呢遇到什么状况？第一个级别呢，我们回去是2000、4000的盲注级别，然后在2000、4000盲注级别的升盲之前呢，遇到一手蛮有意思的状况我觉得这跟扑克技巧没有什么关系这状况呢，就是反正我在 UTG 最前面的位置，然后我选择了加注 AQ 不同花，我大约有12万接近13万就是大约是30个大盲，然后我选择加注到8000标准。这个时候呢 ，CO 位是一位刚坐下的玩家，每个人弃牌到他的时候呢，他非常快速的丢出12000。他说他要加注12000，然后荷官很尴尬，荷官说12000，前面已经有人加注，他说我没有看到，然后荷官就说不是好像不能加注12000，要16000。那其实本来12000就是一个合理的加注范围，因为我从4000加注到8000嘛，我是多加4000，所以12000是可以。那原本荷官说你要加注到16000，然后大家纠正他说没有，其实你丢12000是 OK。那这时候我就在想，他就2种状况，第一个就是他真的不知道我加注，然后他原本想要加注，他想要加注到12000我觉得很合理。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是他其实手牌很大。然后他在演，他没有看到我加注，然后演丢错筹码这个我也会嘛，这个线上我也会就是很大的牌，然后就是最小加注，人家就会觉得好像你好像丢错，然后就会推回来这样子。那我就在想哪种状况哪一个比较合理？但是我觉得当我在 UTG 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把 UTG 丢了筹码很容易看成是大小盲，因为都放在一起。所以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在我的这个位置是很合理发现。如果说我是在中后位加注，然后他说他没有看到，我可能就不大行。反正这个把牌，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如果今天是一个比较弱一点的范围，譬如说是 A10同花，我会不会 all in？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 all in， 我觉得 A10同花就太弱。可是如果说今天面对一个他的加注号，我觉得99跟 Ace Queen 以上的手牌呢，不会到太糟。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考虑进去的话呢，其实这种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最安全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就当成是他一个正常的3次下注的范围。他如果是对上一个正常3次下注的范围的话，我的 Ace Queen 原本的预设策略呢会是跟注。反正我就是被他骗啦，可以这样讲啦。反正我看到他的牌之后，这个每个人桌上那个眼神就知道，干这个人来搞了。就是他在演，他没有看到我加注，那大家的直觉都是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反正他要这样演也没有违规嘛，反正就是对啊，你赢嘛，你最强啊，对不对？就这样子啊，就在骗嘛。
现在打牌打不赢就要用骗的嘛，现在是这样子嘛，用巫术嘛。反正我就 all in 嘛，我想说想一下，30个大盲，其实我觉得不会到太糟哦，我的手牌其实蛮不错的，他就1秒就跟了，他是 KK 这样子。然后就挂了。我觉得以这个桌子来讲，其实桌子蛮好打。其实我可以翻牌前扣，然后这一嗨的翻牌，他可能会持续下注，看他打多大。如果他打很小的话，我会跟注一次，然后转牌他下注就盖牌了。所以这把牌可能不会输这么多，蛮北蓝的。我觉得线上按错有可能，因为线上那个加注跟跟注放得很近，所以我觉得线上按错是真的很有可能会按错。可是你现场说你没看到，然后丢，当然这也是有可能是真的啦。但是他就是故意丢一个筹码量，然后刚好我又在盲注前面大盲的下一家。所以我觉得这个种种的巧合加起来呢，就会发生的很多有趣的状况。反正现场扑克就是什么玩家什么状况都会有啦。刚好我的手牌也很尴尬，就是要 all in 不 all in， 也可以 all in， 也可以不 all in， 也可以跟注，然后误打误撞，然后就挂了这样子。所以蛮可惜的。我们今天打到的盲注级别其实跟昨天差不多，就是晚餐结束之后也没有前圈，然后也还有一阵子。最惨的是也没有比赛可以打，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就是去打资格赛。今天的这个手牌讲解呢，我觉得蛮多有趣的手牌，但是有没有到特别难的，我觉得没有。就是一把炸胡失败，一把炸胡成功，然后该很规矩的，就是什么位置该玩什么牌。其实我们的筹码量呢，就是从起始筹码4万，然后有打到15万。刚刚那把有过的话呢，我们就会顺利进入前圈啊。所有人讲话都这样啊，如果有过，那就进入前圈。废话啊，我有过，我也是冠军啊，对不对？就讲废话。然后昨天。就我刚刚在打比赛之后呢，看了那个前天的报道，知道那天那个韩国人啊，旁边有一个韩国人就是后来赢冠军 ，mini main event 就是第1名50-60万，反正就是前圈，然后就觉得坐你旁边的人打得不怎么样，就冠军了，就50-60万美金这样，那这代表什么？他可以，大家都可以，他可以，我也可以，好不好？下一场就是我了。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啊，我们下次呢会一样，每天都会更新更多的手牌讲解。如果说你想要看到更多扑克相关的内容，记得给我一个按赞，分享我们的影片。我是小 P，大家拜拜。